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不该是牧师的牧师。题目呢有一点拗口，不过大家一看就知道了，这一期节目又是要揭露教会当下的问题。一些朋友在我的节目下方留言，非常疑虑地表示，揭露这么多教会的问题，会不会吓跑那些慕道友或者信心不好的主内弟兄姊妹？不过我想说的是，基督徒都要有一个委身的概念，希望自己能一直委身在一间教会。所以加入教会就好比结婚进入一个家庭一样，婚前一定得好好的了解一下。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，结婚了才发现对方是同性恋，你是选择离婚呢，还是忍受呢？当然，现在这个背弃的时代，离婚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但你一定会因为这样的经历而受伤吧？基督徒来到教会也是一样，本来充满着幸福的盼望，可是进入了才发现这是一间背离神的教会，这对于信仰难道不是更大的打击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分辨什么样的教会是属神的教会，什么样的牧师本不该是牧师。在华人的基督世界里，牧师这个职分实在是混乱不堪。一些教会的牧师是正统神学院毕业的神学博士、神学硕士，一些教会的牧师则是野鸡神学院这类文凭工厂颁发的虚假学历，还有一些教会的牧师完全没有接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，自己安利自己成为牧师。当然，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，牧师不是看学历的，牧师最重要的是恩赐，并不是说神学博士就一定能做合格的牧师，而学历不高就不能当牧师。但必须承认的是，正统神学院毕业的牧师成为好牧师的比例更高，那些没有太多神学装备的牧师滥竽充数的情况更多。当然，今天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，我们分享的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信徒，如何分辨什么样的牧师应该是牧师，什么样的牧师本不应该是牧师。不过有一点还得先跟大家澄清一下，今天我们分享的绝不是负能量的东西，不是说一提到问题就必须是负面的。有些时候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，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神给你的那一份是什么，也要懂得圣经启示的基本真理是什么。如果大家能够认真地研读圣经，你就会发现圣经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分辨错谬教导的经文。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那些分享平安、喜乐、祝福、恩典才是真正的福音，而分享警醒、劝勉、责备、教训就是阻挡神的道路。你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，如果把教会比作一间咖啡店，今天咖啡里的糖放得严重超标了，以至于根本尝不到咖啡原本的味道了。今天很多教会的问题是，一些本不该站在牧师位置上的人，偏偏站在了牧师的位置上。我们分享过关于上帝给予教会5重的恩赐，以弗所书第4章11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教会
不是一头狮子带领着一群猪在跑，教会是一个头羊领着一群羊在跑。在神的眼里，教会应该是一个整体，大家都是神的儿女，只是神给予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。不同的恩赐可以让人完成不同的工作，各种工作相互协调配合，才能完成神的伟大使命。打个比方，我们都知道生活中有一类人，他们的执行力特别强，交给他完成的事情一定会分秒不差地按时完成。这一类人很可能就有做使徒的恩赐。这里所说的使徒，并不是像约翰、保罗这类的教会领袖的职分，这里说的是一种恩赐，就是神交给这类人办事特别放心，哪怕是在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上，在他们眼中却是天大的事情。也许这个比喻不恰当，总之使徒的恩赐就是能够完成上帝特别交办的工作。第二种恩赐就是先知的恩赐。在我的一些经历中，教会中很多的姐妹其实都有先知的恩赐。再强调一次啊，这里说的恩赐不是职分，不是指在旧约时期那些伟大的先知。先知的意思不是他们会预先知道一些什么事情，也不是说先知就能够说预言。先知的意思是神说话的出口，因为神不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维度中，所以我们看不见神。神为了短暂的解决不可见的问题，曾经化身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用自己的身体为人开辟了一条通往神国那个维度的道路。将来世界末了的时候，他所拣选的人都会通过这条道路与神真正的相会。这话题扯远了，我们说回先知的事情。耶稣已经不在了，所以神仍然处于不可见的状态，但神的工作没有停止，神一定要通过一些办法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。这个时候，有先知恩赐的人，他们接收神信息的机会更多，神也会选择这些有先知恩赐的人作为自己说话的一个出口。接下来的恩赐就是传福音的恩赐。事实上，我个人认为这类恩赐的人是比较多的。过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西方向东方派遣了很多的宣教士，帮助东方人能够认识福音。这些被呼召的宣教士其实就是有传福音的恩赐。今天在教会中就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身上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，能够将很多人带到教会信主。一些人俗称自来熟，很有亲和力，就算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也能很快地和当地人熟悉起来。其实这就是传福音的恩赐。有些基督徒，神曾经在他们身上有非常奇妙的做工，有着非同寻常的属灵见证，走到哪里与人分享的时候，都能给人带来深深的震撼。这也是传福音的恩赐。不过当一些宣教士成为教会牧师的时候，问题就跟着来了。传福音和牧师可不是一种恩赐。牧师的恩赐在圣经原文中是牧养的意思。也许一个传道人特别擅长传福音，但是不一定能够牧养教会。我个人觉得教会中有牧养恩赐的人其实是最少的。
我们知道人都是顽梗悖逆的，一个教会可比上学时候的一个班级难管理太多了。上学的时候学生不听话，老师还能吼两嗓子，还能敲敲桌子，敲敲黑板。但是教会的会友不听话，牧师可是不能动怒的。曾经在一个教会牧师带领的小组活动中，大家分享关于爱的话题。其实小组成员对于圣经还不是特别熟悉的时候，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会变得比较复杂。我个人认为，一般教会性的小组分享，简单的查经就好了。大家能够在小组中对于分享的圣经经文的真理有所领受，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因为大部分教会来说，会众的神学装备都是有限的，能够在圣经神学这个范畴里小有收获就已经很好了。可是这一天偏偏要在一起讨论爱的话题。如果仅仅是比较浅层次的聊一聊也没什么，如果深入的讨论，这就已经到达了系统神学的范畴，属于更高层次的神学课题，结果就出问题了。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是一塌糊涂，甚至已经有抬杠的嫌疑了。其实如果这个时候牧师将焦点拉回到当天分享的圣经中，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结果牧师东拉西扯提到了其他几处经文，而且最不应该的是，他竟然错谬地解释了圣经的真理。也许是学艺不精，也许是一时糊涂，大家争论的正酣，没想到牧师不仅没有灭火，还给添了弹药，所以就炸了锅了。眼看没有办法收场的牧师气的是脸红脖子粗，喊了一句：“我跟你们没法说。”不管您同意还是不同意，做牧师的就应该做到谦卑温柔。这个是作为一个牧师的最基本的要求。一个传道人爱主，你可以去传福音，在一个地方与会众短期的接触，人们可能对你的印象是不错的。但是如果一个传道人没有牧养的恩赐，长时间的牧会，你的性格特质和神学装备是不够的。当有会众挑战你的神学思想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能完好的解决，这对一个人来说是极大的打击。所以今天很多教会的牧师其实是很好的福音使者，神在他们身上有美好的见证，但是传福音毕竟是一件辛苦的事情，哪有当牧师守家待业的舒服？但是你必须要明白你的恩赐是不是牧养。俗话说，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。牧师真的不是谁都能当的，那些本来具有其他恩赐的人，偏偏要在教会做牧师，这份注定失败的打击，真的要有心理准备。最后我们说一说教师。圣经原文中是教导的意思。我个人觉得，其实我本人就属于这一类的恩赐。我做事没有那么的扎实，我也没有那么的属灵，我也不太善于与人接触，我也没有温柔的性格，所以我做不了使徒，也成不了先知，传福音也不在行，更没有牧养的能力。但是我这个人喜欢研究圣经，研究历史，研究一切我想知道的东西。另外呢，我还很喜欢将自己的心得和看见
拿出来分享。我真的不敢说在这里教导大家，我只能说我稍稍有一点做教师的恩赐，所以今天我们能在这里相见。今天我真的不想说任何人，我只觉得看不到神给自己的恩赐，那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。我真心的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知道神给你的那一份是什么。只有行在神的路上，你才会越活越轻松，越活越快乐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也祝福每一位牧师。愿神的光中，我们一路同行。